川普的关税大战的下一个战场会是汇率战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川普总统对全世界发起了关税大战，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看破他的手脚，关税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谈判的手段，而不是最终他真的要这么做。所以呢，你看到了现在啊，这个感觉跳恰恰一样啊，一下我要克你关税，一下我又给你延后1个月，一下我克你关税，一下我给你延后1个月。所以呢，大家就已经看清楚了谈判手段。但是呢，如果真的要课关税的话，人家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抵消你关税的冲击。于是呢，现在川普总统为了要他这个谈判的手段持续有效，所以呢，他就这么讲了，他说：你们呐，别想用贬值的方式抵消我关税的冲击，特别点名了中国跟日本。他这样讲，他说：我已经打过电话给习主席，我打过电话给日本领导人石破茂，说你们呐，不准让你的货币贬值来抵消关税冲击，否则的话不就1、2、3、4、5。所以呢，他现在感觉关税下一招就是要大家不准动汇率，不准动货币汇率的这个脑筋了哦。好，那于是呢，我们就要带您来好好聊聊了。他为什么要点名中国跟日本呢？当然，大家说他请全国之力，把所有世界的力气全部收回来，要对付中国了。当然不能让人民币贬值，抵消他一个关税，他想要使出来的力道。那日本呢？日本他也说我也不想让你这个日本货币贬值，抵消我可能要的一个关税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了。现在川普画下的这道红线，不准你们动汇率脑筋，有没有用？但是很奇妙的是，你点名的这2个国家，人家的货币啊，有在贬值吗？好像也没有。我们先来看日本。日本货币啊，日币当然之前都是贬值的，而且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你看日本的经济陷落了失落年代之后，日币贬值的不得了，然后一路贬一路贬一路贬。所以呢，在投资圈有一个不败的道理，就是我去借日币出来，因为它几乎已经贬值到不行，然后呢，它的一个利率又低得要命，甚至还负利率呢。所以呢，我去借几乎不用成本的日币，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全世界来赚快钱，感觉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办法。但是呢，进来的日币在升值哦，而且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华尔街都认为日币应该是会倾向持续升值的。所以呢，你看此时此刻，川普总统说你日币不要贬值，大家想说你到底你知道日币现在汇率是什么吗？好，我们来看日本哦。日本呢，其实它日债的一个殖利率，因为日本已经走出了负利率的年代，所以它已经让它的一个利率翻正了。所以你看到日本的这个日债的殖利率已经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那日币呢，其实也慢慢的感觉好像已经有往升值的方向去。特别呢，以前呢，大家说你要借日币去买美债，感觉就是套利，很好赚。那是因为啊，日本的一个公债殖利率跟美债的一个殖利率，他们有利差的，所以有利差就很简单，我就借日币去放在美债就好啦，我就稳稳的收利息嘛，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现在的利差正在缩小当中，现在呢已经缩小到将近3%以下。好，这是什么概念啊？如果呢你用3%这样一个美日之间的一个这个债的一个利差去回推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啊，也曾经来到3%的一个美日之间的一个这个长债的利差。那个时候的汇率是多少？143。也就是说，如果从现在的汇率大约148左右哦，147点多，到那个143，还有升值的幅度哦，还有那个空间在的哦。那再来，你又看到日本整体的一个经济，你可以这样形容说，它已经走出了那个失落的年代了。所以呢，它的整体经济在转好当中，它的薪资在成长，它整个经济力道的一个回稳，都会支撑它的日币持续的
慢慢往上走，所以现在几乎没有人在放空日币了啦。应该日本政府也会朝继续升息的方向，应该日币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样的委屈，不断的贬值。好，那再来看人民币了哦。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应该是要警告人民币。上一回呢，在这个川普对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这样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北京当局呢，就是引导人民币贬值，稍微抵消一下这个关税对他们来讲的冲击。那这一次呢，也会这么做吗？川普已经警告你不准。那我们就来看人民币最近真的在贬值吗？好像也没有。大家知道在2025年之前，那个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美国在打选战，然后川普当选，那个时候人民币的确贬过一阵子。但是呢，到2025年开始，人民币开始稳定下来，而且甚至开始升值。那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中概股，包括像陆股，包括像港股表现得非常好，甚至呢是在美国市场挂牌的一些中国股票呢，也都是一飞冲天，成长的幅度非常惊人啊。大家当然也会觉得哇，好像以前低估了这个中国的一个资产，那现在呢感觉要还它公道。那当然啦，你看如果中国资产大家觉得给它正向看待，觉得它已经超跌的话，那人民币怎么可能还会继续贬值呢？所以2025年开始，你就看到人民币好像也是慢慢稳定下来，开始有往上升的一个状况了。好，那再说回来，大家觉得这个人民币就是要引导让它贬值，才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出口继续下去，好像也不是这么说的哦。我们来看数字了哦。其实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已经开始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了。因此呢，你看到了在2018年那个时候呢，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出口占比是 20%， 那掉到2024年已经降到 14.7% 了。也就是呢，我出口到美国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我有必要引导我的货币贬值来维持这样的出口吗？因为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川普又要用各种方式来挡，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口数字还会再继续往下。再来一个，就是中国人认为现在看起来我要出口，我要赚得的利润，很多时候不用靠汇率，而是要靠竞争力。只要东西做得好，汇率是高是低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只要东西有竞争力，东西做得好，人家就会买。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啊，这个人民币的一个这个贬值，似乎已经不是这个北京当局现在努力要做的事情哦。现在似乎北京呢，希望的是它的货币维持稳定，甚至呢，如果人民币贬值，那是不是资本又要外流了？这是北京当局不乐见的。那同时间呢，你也看到了，现在呢，这个中国希望做的是人民币可以让全世界大家更扩大的使用，让这个美元霸权让它摇摇欲坠，所以希望大家多用人民币。那如果我的人民币我又引导它贬值，那谁要用啊？所以你就看到在北京当局的一个想法当中，他也不希望人民币贬值啊。然后客观的状况看起来，人民币似乎也没有继续贬的一个这个危机。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这样看的是，人民币是升是贬，应该要取决于中国接下来的整体经济状况。于是我们就来看了中国刚刚开完的两会哦，回归总经面，两会开了之后，到底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方向给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怎么看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呢？好，那我们看到，首先他给你一个目标，他说呢，接下来在2025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目标还是定在 5%。好，那这个 5% 呢，有没有办法做到呢？大家都在看了嘛。那除此之外呢，他也说了，接下来经济的确很有挑战，这个内需的一个市场当中，现在呢似乎要再多加把劲。那外需的部分这个国外的一个部分呢，现在看起来也是好像层层阻碍，所以呢，到底中国要怎么样维持它的一个经济，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好，我们看到了 GDP。5个百分点是今年的目标，然后呢，赤字率这个增加了一点点，赤字率呢增加了 1%， 那么希望是年增 4% 左右。再来，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呢，中国已经为接下来经济困难预做准备了，它要发行一个特别国债，发5000亿的人民币。那这个特别国债发了之后要做什么用呢？它的一个用途就是要补充这个国有的大型商业银行它的资本。好，为什么这么说？你要把钱给银行，因为呢，这些国有的大型的商业银行
有一点资本不足的一个危机了哦。好，我们来看到有一个数字叫净息差，净息差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呢利息的收入减掉利息的支出，那得出来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是银行，你可以把它视为它的盈利的能力，它赚钱的能力哦。所以呢，这个净息差越高，当然觉得哦，这个银行很会赚钱；越低呢，哦，这个银行营运上有点问题哦。那如果呢，这个净息差越来越低的话，哦，会面临到一个就是我的资本是不是不足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你看到现在这个特别国债呢，补充5000亿的人民币，把钱要给这些国营的大型银行。好，那大型的商业银行其实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净息差的一个数字哦。目前呢，在中国商业银行大约呢它的净息差在 1.52% 左右，去年第4季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其实偏低。好，那但是呢，这是商业银行普遍这个平均。但是呢，大型的商业银行现在在中国那是历史新低点，大约只有 1.4% 多。所以呢，你就说了哇，那这种大型的一个商业银行怎么好像这个家里头的一个这个余额不足的感觉，万一呢，再来个风吹草动，感觉好像不行，不足以应付这个市场上需要的资金，所以呢，现在就是未雨绸缪啦。现在呢，这个直接这个北京当局我就发债，然后呢，把钱通通给你们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到时候呢，经济状况呢就靠你们了哈，你们全村的希望，好好 hold 住它。那再来呢，我们看到那挑战这么大，该怎么办呢？外需的部分取决于国外，现在看起来中国似乎有点困难，因为美国直接就是把你当眼中钉。那内需的部分呢，好像也有一点疑虑，所以怎么办？这个习近平主席就讲啦，他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有能者应该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他特别点名了，他说江苏经济大省要出来挑大梁，要这个你这个有能力者要这个有负担，要有责任感，要有肩膀哦。所以呢，他要求这个江苏经济大省要做科技的创新，要做产业的创新，然后呢，为这个整个国家的大局来做贡献。江苏要做什么贡献，再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呢，川普呢他开始告诉你说日币人民币不要再贬了，但是呢，客观的状况看起来的确也不会贬。特别呢是人民币应该是维持在这个地方区间稍微的有一点波动。整体来讲，人民币是升是贬还是要看总体的经济状况。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一个题目，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